回京。韩王，韩王，韩王，韩王！掌柜的，给我个上座，我要看韩王。翠竹，你确定这是茶楼，不是怡红院？小姐，奴婢也不知道韩王竟然有这么大的魅力。不过小姐放心，韩王回京一定会履行婚约，请您过门。边关动乱已久，韩王若真有本事，也不会僵持4年之久。小姐快些，别让人占了咱们预定的座儿。哎，翠竹这乌鸦嘴。这位小姐，您坐的位置是我们家小姐哟，这不是二姐姐身边的翠竹吗？哼，果然是废物手底下的奴才，连个座儿也看不好。明明是3小姐占了我们家小姐的位置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这样和小姐讲话？你怎么打人呢？打的就是你。三妹妹怎么在这儿？这个废物的表情好吓人，哼，看我怎么让你出糗！二姐姐，那人刚回京，你就上赶着投怀送抱，只怕会令他不喜。三妹妹说的对，我确实是来投怀送抱，不像是三妹妹，就是想投怀送抱都不知道该抱谁。你简直不知廉耻！你要做什么？三妹妹发簪要掉了。你叫春琴？二小姐还是早些回府吧，免得韩王再被吓跑就不好了。多谢提醒。翠竹，咱们还是听三妹的话，回去吧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这怎么回事？贱婢，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还不赶紧回府？三妹妹，怎么不多待一会儿？你自己慢慢看吧。有意思，传闻都说神府二小姐是个废物，我怎么瞅着不像啊？难道是她？换个位置。换哪儿？哎，小姐，整人的功夫还是您厉害，你的演技也不赖。姑娘，我和朋友来迟，不知可否跟您拼个座？这男人脸上的疤怎么有点似曾相识？快看，韩王过来了！早知道这位子这么值钱，就该让翠竹把茶楼包下来。韩王怀里怎么有个女人？看来这婚必须得退了。这是看着韩王太风光给气的，还是看着神府二小姐对着韩王笑给气的？此人功力不浅啊！这两人怎么这么奇怪？得让小姐先回府才比较安全。小姐，今日时辰也不早了，咱们回府吧。我好歹也是同桌，这人这么冷，让我怎么打招呼？唉，算了，翠竹，咱回。王爷，您不会是看上那个废物小姐了吧？哼！就算那沈家二小姐再能抱，韩王如此正大光明地搂着其他女人，也怕是不好吧？有何不好的？我听闻韩王这次可是要拿着军功退婚呢。小姐，我去教训他们。你怎么知道他们说的不是真的呢？可是，你与韩王有婚约在身，婚约能立，也能解。就算韩王愿意履行婚约，我还不乐意呢。小姐，您别伤心了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伤心了？小姐自从脑袋受伤，醒来后虽然言行举止与他人不同，但小姐终究是个女人，哪有女人亲眼见到自己未婚夫怀抱家人而不伤心的？
我在想，今日茶楼里的那个男人是谁？那小姐想到了吗？有一个人，自幼能文能武，少年随父从军，10几岁便能领兵退敌，护我大越疆土。只可惜，10年前南晋与南周合力进攻大越，为了守住大越南大门，那个人面残身毁。您说的是顾王？正是大越一字并肩王穆灵天。那一年，穆家军损伤惨重，大越朝官员大换血，沈清宇出生相爷，而我这具身体的原主也在那一年死亡。这一切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？二小姐，圣旨到了，老爷让您去前厅接旨。圣旨催婚，来得可真快。周公公，母妃就这么想本王娶那个废物吗？王爷，您消消气。沈夫人虽已驾鹤西去，可她对娘娘的救命之恩，天下皆知。娘娘本又心善重诺，才……母妃根本就不明白，一个连棋子都不算的废物，怎配与我并肩而战？就连父皇也如此急切，让我娶那个无颜的废柴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小姐，三小姐来了。姐姐还不知道吧？方才韩王府抬了聘礼来，说要同娶我们2人。恭喜！你不生气？我是王妃，你只是个妾，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哼，废物就是废物。等我到了韩王府，看我怎么治你。小姐真能忍。哼，一个靠当小三的娘上位，才从庶女变成嫡女的货色，不足为惧。接下来，既然要出嫁，我可得去要嫁妆了。小姐的意思是要拿回夫人的陪嫁？10年前，沈清宇抬了小三楚慧蕊做平妻，原主的娘情伤离开。后来沈清宇把千一接回府，却任由楚慧蕊的孩子欺负她。在小千一低伤高烧不退时，沈清宇又狠心将她送回乡下。我这是穿越了。不只是我娘的陪嫁，她在沈府吃的苦受的气，我也要一并还回去。二小姐，二小姐何在？拿着，这是夫人给您的陪嫁，让二小姐过目。小姐，您看。哼，区区2、3个铺子就想打发了我？还请徐妈妈将折子带回去吧。徐妈妈跟相爷说一下，我要我娘当年的陪嫁折子。你给我等着！哼！翠竹，准备一下，去找楚慧蕊。放肆！这臭不要脸的贱蹄子，他还真敢想！夫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哼，就凭他也想跟我斗？徐妈妈，你去请老爷过来，就说二小姐不满意我给她的嫁妆，正在我这儿闹呢。是。一儿，你和婷儿的婚事太急，我实在是分身乏术啊。还好一儿及时提醒，要不然别人可要误会我这个当娘的，要霸占姐姐当年的嫁妆。那一儿便谢谢姨娘了。这10年来，所有人都唤我一声夫人，只有这个贱丫头姨娘姨娘的叫着。这是提醒我，即便成了平妻，也还是矮着嫡妻一头吗？哼，一儿啊，当年我也是带着你的兄弟姐妹吃尽苦头，要是早知道我的出现会让姐姐那么痛苦，我绝对不会进府的呀。我娘自幼体弱，姨娘想的太多。
倒是辛苦姨娘这些年对沈府劳心劳力了。放肆！陈爷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老爷，老爷，恶心死了！您受委屈了，夫人。父亲，女儿只是想要回我娘当初的陪嫁，想必父亲也不会忘记我娘临死之前留给您的信吧？你混账东西！怎么，我提了母亲，父亲就要打我吗？给我滚回你的院子，不得迈出院子一步，等着做你的韩王妃吧。唉，小姐，沈千一去中嫁中，差点被老爷打了。当真，简直大快人心，活该。春琴，你跟我来，其他人都下去吧。是。春琴，我俩虽为主仆，但我早已将你当作妹妹。有件事，你可要帮我。这今后，若是我嫁过去，又为妾，必定是要受那人的罪。而你又与我亲近，只要是被他占了洞房的先机，咱俩就更无翻身之地。所以，大婚之日，你早去韩王府打点，帮我抢了那沈千一的洞房。春琴一定不负小姐所托，万死不辞。那就靠你了。王爷，都安排好了，大婚前夜就动手。谨慎些，别落下把柄。是。沈千一，本王倒要看看你怎么进这韩王府。好无聊啊！爷，等了这么久，不出手吗？不用，方才他无聊的打了几个哈欠了。看来他是知道韩王和沈梦婷算计他了。走，去莫府。凌天，凌天，你这么晚过来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啊？孙儿想请外婆帮个忙。你自小独立，不轻易开口要墨家帮忙，这回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。说吧，不管什么事，有墨家帮你扛着。孙儿想娶媳妇儿。娶媳妇儿？这铁树开花了。凌天喜欢哪一家的姑娘？沈家二小姐。可明日沈小姐就要嫁进韩王府了，你要同韩王争？哼，她也配。明天一早，我便进宫去见皇后。谢祖母。相爷好福气啊！以后就是皇上的亲家了，这份荣光可谓大越朝第一人呐。不敢当，都是圣上抬爱罢了。老爷，吉时快到了，韩王府迎亲的队伍还没来，再等等。圣旨到，皇后谕旨，二小姐与韩王的婚事就此作罢。相爷放心，皇后娘娘说了，这三小姐还是要接近韩王府的。老爷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叶儿怎么会在大婚前夜爬上太子的床？未嫁先休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相爷，皇后娘娘请沈夫人进宫。女儿拜见父亲。沈小姐不是在宫里，怎么在这儿？你这个丢人现眼的畜生，还有脸出来？我打死你！老爷，你不要打叶儿。楚慧蕊着眼的，
还真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讨得好名声的机会。女儿竟然不知自己昨夜不在府中，是女儿的错，给相府丢脸了。不是说这沈二小姐又肥又丑吗？没想到竟是这般温柔娟秀啊！是啊，听她故作坚强的语气，也太委屈了吧！你这个畜生，还好意思说出来？沈相爷，这事儿有些蹊跷啊。公公不是说二小姐在宫里吗？难不成这二小姐长了翅膀，这么快就从宫里飞回来了？孽障！你随我进宫。皇后娘娘，是臣妾教女无方，一儿迷了心窍，是臣妾管教不力，还请娘娘恕罪啊！一边讨好皇后说恕罪，一边给我泼脏水，定死了我在外的名声败坏。这楚慧蕊怎么那么会做？这便是沈二小姐沈千一。回娘娘，是千一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皇上驾到，太子到，韩王到。皇上万福金安。无需多言，不是说这沈二小姐？怎么有2个沈小姐？哼，吃惊吗？吃惊的还在后头呢。臣妾也糊涂了。来人，去把里头那个沈二小姐请出来。古有易容，现有化妆，两者结合，这效果以假乱真啊！滚开！哪里来的这般不懂礼数的女子？皇上息怒，这就是沈二小姐。昨晚从太子府出来还昏迷着，臣妾顾念她的身份，便没对外宣张，但也只能应下韩王，同意她未娶先休。只是今日又出现了一个沈二小姐。沈清，你可看仔细了，这可是你的女儿。回皇上，虽然不知发生了何事，但此女并不是千一。哦，相爷的意思是，本太子冤枉了你们不成？臣万万不敢，可此女确实不是千一啊！来人，将此女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，以儆效尤。是。哼。主子，人带过来了。韩王不是想把我送去太子府，坏我名声吗？那就按照他的意思，把他的女人送过去。主子高明，太俗了。是时候给你解药了。思涵哥哥救我，我是舒儿啊。舒儿，三弟真是好计，名声有了，废女不用娶了，还捞了一个冰雪聪明的三小姐做侧妃，更是将沾染王妃的罪名扣在本太子头上，当真是赚了。哼，皇兄真的误会了。请父皇与母后为儿臣做主，也请父皇和母后还沈二小姐一个公道，一个清白。太子这话说的大义凛然，正合我意呀。哦，那沈二小姐，你可有什么话要与朕说？父皇一向冷硬，对我们几个皇子都疾言厉色，何曾这样温和？臣女惶恐，一切但凭皇上做主。此女大善。皇上，这沈二小姐倒是玲珑剔透，被天家未嫁先休，可不是小事。依臣妾看，不若再赐一门婚事给二小姐吧。我只是想要自由而已，怎么跟我想的结果不一样啊？皇后说的是，倒是朕给疏忽了。那皇后看，可还有适龄的公子？皇上，您忘了顾王了吗？顾王虽身有残疾，却也是将才一枚。对，朕竟然给忘了。什么意思？废物配废男，还真是绝配了。可我不嫁行吗？皇上，臣女
沈爱卿，朕的不孝子毁了二小姐一生的幸福，朕如今还他一个如意郎君，你意下如何呀？能不能好好听人说话了？臣谢主隆恩。我的自由小鸟，它飞走了。臣女谢主隆恩。小铃子，马上去顾王府传旨。另外，因韩王的毛躁而毁了沈二小姐的清誉，韩王就拿出5万两白银作为赔礼吧。儿臣恭送父皇。好笑。王爷，您不会真的要娶吧？给我一个不娶的理由。哎，理由？一个废物小姐，一个废柴王爷，一个被未婚夫休弃，一个死过2个王妃。王爷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理由不娶啊。就凭她的镇定，她的计谋，只有这样有脑子的女人，才配做顾王妃。绝尘，将这个锦盒交到沈府，亲自交给沈二小姐。是。叶儿啊，不要生你父亲的气，你父亲只是太心急了。姨娘说笑了，自己的爹别说是气头上一巴掌，就是打死了当女儿的又能说什么？唉，就是可怜三妹妹，就这般被一顶小轿抬入了韩王府，都是我这个当姐姐的错。沈千一这小贱人，从韩王妃变成顾王妃，我自己的女儿却要给人做小，气死我了！哎呦，大事不好了！鬼吼鬼叫什么？夫人，三小姐她被云王妃脱光了，扔在大门口啊！姨娘没事吧？三妹妹怎么了？我陪您去看看。你是未来顾王妃，还是先回去歇着？再说你三妹能出什么事儿，我去看就行了。主子，您不仅算计了韩王，还算计了三小姐，实在是高啊！哼，沈梦婷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哦，那小姐，您真的要嫁给顾王吗？哎呦，沈三小姐，怎么会跑到云王的床上去啊？丢人哦！哎呦，云王妃是出了名的彪悍醋坛子，沈三小姐要倒霉了。婷儿，快去给三小姐盖上衣服。是。徐妈妈，哼，放肆！没有本妃的吩咐，我看谁敢给这贱人穿衣服。沈三小姐，是吧？既然这么想要男人，那我今天就送你一打。来人，你们几个去好好伺候沈三小姐。哎，是。不可以！云王妃，看在你父亲陈太医的面子上，你也不该这么……沈夫人，你女儿这就叫吃不到羊肉，还惹得一身骚。况且，本妃还轮不到你个外室抬上来的夫人能教训。若不是看在家父的面子上，送回来的可不是活的。管好你闺女，告辞。今日的仇，本王妃我记住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上来，把这些刁民都赶走！是。小姐，这也太狠了吧！就算是做戏，可也不能拿自己的脸开玩笑，心疼死翠竹了。我也没想到这个沈清雨下手这么重。飞雪去基地历练也有3个月了，让她回来吧。另外，你告诉雷叔一声，如今我被推上风口浪尖，让大家小心行事。是，小姐放心，奴婢知道孰轻孰重。二小姐，顾王府来人了，
老爷让您去前厅一趟。知道了。见过王妃，这是顾王殿下的心意，属下告退。哎，这就走了？啊，小姐，这顾王几个意思啊？人家送礼呢。行了，咱们回去吧。这礼物送的可真有意思，连句好听的话都没有。沈千一，大越朝除了皇上，也就顾王最大。这个废物怎么那么好命？当初掉进池塘，就该淹死他算了。二姐真是好命，从废物摇身一变成了顾王妃，还没过门呢，顾王就上门来送礼了。可怜三姐病倒了，都没人去看。哎呀，翠竹，这什么味道？好酸啊！快走快走，免得身上沾了这酸臭味儿。你，来来来，让我康康这里面有什么宝贝。哇，老天爷啊！原来顾王还是土豪啊！我傍大款了。什么叫雪中送炭？什么叫济困解危？瞧瞧，你们主子我有钱养你们了。不过，我娘的嫁妆也是一笔不菲的银子，我可不能放弃。翠竹，咱们走，去看看娘亲留下来的铺子。是，小姐。看了3家铺子，总算有一家是像样的了。哟，小姐，当东西呢？管好你的眼睛，不然姑奶奶把它挖下来喂狗。这里是轩家当铺。眼眉侠都知道。那你可知这当铺的主人是谁？当然是我家太子妃，难不成是你啊？楚慧蕊好不要脸，竟然把我娘的产业瓜分了。嘿，你要当就当，不当赶紧滚！这里是沈夫人的产业，二小姐是沈夫人的亲女儿，该滚的人是你。小的这就请太子妃过来，二小姐先喝茶消消气。正好，那我今天就要把所有东西都拿回来。听小二说，有人敢在本妃店里闹事，胆子可不小啊。齐大人，你说呢？太子妃说的是，这种刁民就应该绑起来游街示众。太子妃好气势，满都城的人都知道，带有轩字的店铺是我娘的。太子妃不如告诉我，我娘什么时候把轩家当铺送给你了？是沈千一？这废柴平日里不都任由我们欺负吗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大婚前夜爬上太子床榻的二妹呀！被休了不好好待在家反省，跑这儿来捣什么乱啊？连皇上都说千一是被陷害的，太子妃不信皇上的话，难道你比皇上还能耐？以下犯上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！绑起来！绑？顾王乃是大越朝一子并肩王，也不知道齐大人有几个脑袋敢绑顾王妃呢？你要嫁给顾王？太子妃，小妹也不是不讲人情，你要是真喜欢这铺子，我可以卖给你啊，咱们自家姐妹，回头我给你打个折。沈千一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？若不是太子妃指着我娘的店铺说这是你的，我会要你说个清楚吗？都说这沈府的二小姐是个废物，看样子倒不像啊。那楚桂蕊看着端庄大气，没想到心肠这么黑呀！哎，高门大户的，什么勾当没有啊？可怜这二小姐生母早逝，一个人怎么应对得了那群豺狼虎豹啊？快点将二小姐的产业还给她！快点将二小姐的产业还给她！沈千一，你好样的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芊芊，过来。顾王竟然为了沈千一这个废物出面，可恨！可有爱？无爱。齐大人。下官见过顾王。
赵大人，齐大人可是你的下属？是，可下官不曾听到齐大人汇报过什么案子。哼，看来还是一桩大案，让齐大人连汇报的时间都没有，就带人跑来了。顾王，赵大人，下官京兆尹赵全见过太子妃，不知道齐大人处理的可是太子妃的案子？是又如何？有人在本妃的铺子闹事，我还不能管管了？哦，本王方才可是听到了，齐大人要把本王的未婚妻绑起来。确有此事。顾王，赵大人，小的方才看得清清楚楚，二小姐来自己铺子巡查，可伙计说铺子是太子妃的，太子妃一来就要抓人。是啊，没道理啊！一群刁民！太子妃，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若这铺子当真是二小姐的，还请太子妃归还。这赵大人说的，沈千一，你给我等着！啊，太子妃，太子妃晕倒了，送太子妃回府。王爷，下官先带人回去。至于这铺子，二小姐，赵全官级虽不高，却从不畏强权。在此送您2句话：一说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；另一说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。告辞。多谢赵大人，这赵全倒是性情中人，难得。二小姐，那这铺子……李掌柜，你先带大家起来，当铺先关门吧。在我与太子妃交涉清楚之前，不许再营业，否则，顾王府地方大，倒是可以请大家去坐一坐。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唉，今日谢谢你啊。魏毛一直盯着我看，不继续说了吗？王爷，你怎么发呆了？哼，唉，王爷，回顾王府的路不是这一条。不是啊，小姐，奴婢怎么都觉得顾王这是要送您回府的意思呢？先前利用起顾王妃的名号，倒是牙尖嘴利，这会儿却成了哑巴。用不着你，我还担心他回家应付不了，送他。他倒好，有了个没劲儿，没看见我自己在滑轮椅，手都起泡了。小姐，你说顾王就这么一路滑着轮椅回到相府，他的手会不会废了？你去推。小姐，那可是你的未婚夫，而且你别忘了，你床上还有一堆金子呢。金子？等等。金子，我谢谢你8辈祖宗。啊，我的小姐，有您这么谢人的吗？守门，你去门口守着，只要二小姐一回来，就把她押进祠堂。是，老爷。啊，见过顾王。让沈清宇来见本王。下官见。拿银子做暗器，有钱就是骚包啊！这10年来，老夫在大越朝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连最得宠的3皇子都不敢跟我明着叫板。这顾王什么意思？准备一下，本王今晚要和芊芊成婚。王爷，今日吉时已过，再说嫁妆也没有准备妥当，3媒6聘也没有行过。嫁妆，芊芊本该今日出嫁，沈府却没准备嫁妆。至于聘礼，夫人，3媒6聘马上就到。这架势真要闪婚啊！爷，3媒6聘皆已到齐。给他。自打皇上赐婚后，一切都不走寻常路了。多大点事就笑成这样？奴婢见过顾王妃。这些人以后都归你管。
顾王妃，奴婢伺候您更换喜服。如今我的2个女儿，一个病，一个气，这贱丫头还想顺顺利利出嫁，哼，没门！老爷，就算是3媒6聘都过了，可哪里有晚上出嫁的？又不是搞冥婚，多不吉利啊！不吉利？哼，世人皆道本王乃不祥之人，而芊芊又是个命硬克亲的，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吉利的吗？老身见过顾王。王爷，虽然您不在乎世俗的眼光，可是女子出嫁，一生也不过就这么一次。千一的命够苦了，若是您真的心疼千一，还是择个吉日吧。祖母，原来老夫人也知道芊芊的命很苦，可让她在相府继续生活，难免被人算计。哼，本王还是接到身边照顾着更为放心。父王，就算您贵为大越的一字并肩王，可也没有智慧别人家事的道理吧？今天以后，芊芊是本王的，本王护着自己的王妃，算是逾越？还是说，在相爷眼里，本王10年不出王府，就成了废柴？小姐，王爷这么护着你，你还不进去帮帮他吗？嘘，别担心，再等等。老身知道王爷今日因何而怒，老身在此担保，是千一的，那便是千一的，谁也不会拿走。王爷可放心了。哼，沈老夫人表面吃斋念佛，却是圆滑的很，把芊芊放在这样一堆人身边，我怎么放心呢？老夫人给的承诺，我也该出场了。走。啊，小姐。这女人没事化成个妖精，这是想勾引谁啊？王爷，我们的婚事还是按程序走吧。唉，不知好歹的女人。王爷慢走，不送啊。孽女，都是你惹的事，你倒是长能耐了。住口！你骂他做什么？也不想想这些肮脏事都是谁惹出来的。可是，娘，若他真的行得正，会有今天当铺那事吗？母亲，姐姐都死了这么多年，她的东西自然要充公的，公用的财产，媳妇儿拿来给闺女做陪嫁，有什么错？你，气死原配还霸占她的东西，竟然还这么理直气壮。你听听，这是人说的话吗？母亲，顾王府不会在意千一那点陪嫁。再说了，那些铺子千一也不会打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手滑打的是一个杯子，会滑到一套茶具吗？母亲，您瞧他，连个茶都沏不好，怎么能打理那些产业？再说，给了太子妃的东西，如今怎么样？2个女儿出点事你就扛不住露出这表情，要是你儿子再出点事呢？满大街都是太子妃强占亲妹产业的流言，你不要脸，沈府还要做人。你送出去的东西，就得想办法拿回来。儿啊，咱们当年已经对不起雅轩，对不起白家了。不能再亏了他给你留下的孩子。这事，容我想个法子吧。顾王妃回来了，见过王妃。不妙啊，这么多人，我怎么养得起啊？嬷嬷，您看千一这个小地方，实在住不下这么多人，请嬷嬷回王府替千一给顾王带个话。今天的事对千一冲击太大，说话考虑不周，伤了顾王的面子，所以我改天做东请顾王吃饭，以此赔罪。王妃的话，奴婢一定转达。
这是王爷要奴婢交与王妃的腰牌，可以调动城外西大营5000人马。若是有事，王妃拿此令牌去找千煞将军即可。嬷嬷放心，千一会保护好自己。这可是能调动穆家军的英令，他怎么会将这么重要的东西给我？老奴告退。王妃，小心您那位祖母。老夫人从未把我当过自己的孙女，今日却一副慈母模样，确实要防着。这顾王人虽丑了些，性格却还挺吸引人的。翠竹，传信给雷叔，彻查一下顾王，我可不想打没有把握的仗。是。啊，爽了，果然还是这泡完澡舒服些。是谁？好像不小心就当了登徒子啊。我说我无意撞见他在洗澡，有人会信吗？小姐，是奴婢没有保护好小姐，请主子责罚。起来，那人身手在我之上，你没发现也很正常。那人身手还在小姐之上。你让元秀查查，最近京里可有什么异动，顺便准备一下，咱们去看看沈梦婷。是。你说咱们三小姐到底有没有被云王破了身子啊？嘘，别说了。贱婢，春琴呢？春琴去哪儿了？回夫人，小姐吩咐春琴姐去韩王府抢了二小姐的洞房，现在应该在韩王府。一派胡言，给我全部关进柴房。这房里的丫鬟一个也不能留。请夫人放心。你这个傻丫头，还让春琴去打点，却不知那春琴早已扮成了你，被抬进了韩王府了。你去追，回头寒夜那里见。人呢？主子，你又甩了我！人呢？阁下的身手好诡异，在下佩服。只是你跟了一路，也该说说来意了吧？在下只是路过，看热闹而已。毕竟劫持这种徐娘半老，不想让人好奇都难。你继续，不用理我。面如冠玉，青衣短笛，身手诡异，是江湖人称绝公子的傅子和。傅公子，好奇害死猫啊！今夜第一次相遇，没什么礼物，就将它送与公子吧。这份礼太贵重，恕在下无法接受，还是阁下留着吧。送出去的礼物，哪有再拿回来的道理？这黑衣人跟楚慧蕊什么仇什么恨？等明天他醒来，沈夫人嫖妓的消息，只怕已是满城风雨。傅公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怎么的？您不喜欢人家了吗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我的燕大美人儿。主子，今天来了个怪人。哦，您看，就是他。这是巷子里的黑衣人，有意思，是个美人啊。主子，别忘了，你现在的打扮也是一个男人，这般盯着一个男人看，有些不妥吧？去请那男人上来，本公子要请他喝酒。是，公子。人不见了。阁下，刀剑无眼，小心小心。傅某自认没有得罪您吧？确实，在下来此，只想与傅公子谈笔生意而已。说说看，是什么样的案子？小气鬼，喝凉水。
不过美人在前，自己斟酒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傅公子，别用这么饥渴的目光看着在下，在下会十分感谢。抱歉抱歉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多看几眼并无其他意思。父子和流连花丛，这副不着调的样子，着实令人不喜。不过这件事让他来办最合适。我要太子妃强占青梅产业的流言越传越凶，我还要明天一早的早朝之上试参沈相教女无方养女不良的折子。这人是在帮我？我从不认识他，他为什么要帮我？这案子又不难，银子还这么多，傅某不接岂不是傻子？不过荣傅某有个小小的疑问，阁下与神府有仇吗？如果是有仇的话，他这么做也说得过去。据在下所知，傅公子向来是只见银子不问事的，看来传言也并非如此。傅公子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好好办事，当心祸从口出。这人方才的气势和穆凌天好像，但这怎么可能？我精通易容，为了行走江湖才扮成这副男装，可他的脸绝对货真价实，怎么可能是毁了容的穆凌天？沈爱卿，你怎么说？御史台那帮老匹夫，竟敢以太子妃争家产的事弹劾本官，还要皇上摘了我夫人的诰命，可恨！回皇上，臣冤枉啊！冤枉！你看看这些折子，一个人可以冤枉你，难道还能整个御史台和全京城的人全都冤枉你不成？朕看相爷这些年是养尊处优惯了，倒成了睁眼瞎。请皇上责罚。沈处是品行不端，做出如此下作之事，拟旨撤其一品诰命。太子妃强占亲妹产业，有损皇家颜面，禁足3月，3日内归还所有产业。至于相爷，相爷禁足1个月，罚俸半年。臣叩谢皇恩。爹，我不要嫁给云王，爹你最疼田儿了，我要嫁给韩王啊！够了，三小姐不舒服，先带她回房。狗奴才，放开本小姐！出事惹得一家子鸡飞狗跳，我已将她打了30大板，命她去祠堂思过。这女人竟敢去小官馆，那都不是真的。母亲已经责打过她，就不要再罚她了。糊涂啊！连皇上都已经撤了他的诰命，你身为一家之主，再不做点样子，天家怎么看你啊？还是母亲考虑周到，这段时间相府还得靠母亲操劳了。真是操不完的心哦！韩王回京，皇上下了催婚的圣旨后，这一桩桩事便处处透着怪异。沈千一，你个废物，你给本小姐出来！你个没人要的贱人，我要诅咒你再次被休！要不是你，本小姐又岂能遭人暗算？二小姐，顾王府前来送更帖的人就在正厅。小姐，你还没睡够呢，回头把吵人的沈梦婷给我扔树上去。沈明音，明音见过莫夫人，刚刚失礼，还请莫夫人见谅。实在是，明音从没有见过像夫人这样仙姿绰约的女子。穆凌天丑是丑了点，好在权势滔天。我要是得了他舅母的喜欢，只能有好处没坏处。不碍事。晚辈千一见过莫夫人，刚有失礼之处，请夫人见谅。故意和我说一样的话，难道莫夫人就会高看你一眼吗？让莫夫人见笑了。我们千一自小便没了娘，也没有人教她更为周到的礼数。如今能赐给顾王当正妃，
可是千一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想我们家顾王脾气又大，身子又残，千一肯下嫁于他，对顾王来说，这才是福气。莫夫人说笑了。顾王是大越的疑似并肩王，要是明音能进去当侧妃，也自然是比那些小门小户的强。这是我们家老太君让我交给你的。千一福薄，得老人家的惦记，那是几世修来的福分，回头必定请外祖母亲自登门道谢。这个沈千一可真会让人难堪，当着我这个祖母请外祖母回礼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神父多苛待他。千一啊，你外祖母年纪大了，别总去烦扰她。这回礼啊，祖母给你准备。白老太君可是有些日子没到府上坐坐了，咱家老太君前个还念叨着呢，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最近身子不怎么样。林氏虽然也是一朝相爷的母亲，可放到白家、墨家、告方的几个老人家面前也不够看啊。老夫人、莫夫人，羹书换好了。老夫人不必送了，让千一送送就行。你向来胆小，让你五妹陪着你一起送送莫夫人吧。这不大好吧？我是打算与千一说说顾王那些小性子，五小姐一个未出阁的闺女，听了不大妥的。小姐，按照你的吩咐，三小姐已经扔到树上去了。走吧，去给我爹唱戏去。父亲，父亲，不好了，三妹她……父亲，你快去救救三妹吧！三妹不知道为什么爬到了树上，那树枝摇摇晃晃，万一摔下来……来人，去将三小姐送回雅庭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得外出。父亲的头是不是又疼？千一给您揉揉。爹爹的头又疼了，千一给你揉揉。我对千一终究是亏欠的。父亲，千一最近很惶恐，有许多事不明白。韩王想要退婚，天下皆知，他为何要大费周章弄个假千一送去太子府？千一也没做什么让皇上高兴的事，皇上为何就让韩王赔给我5万两银子，还和皇后唱双簧，再赐一门婚事？父亲，你说皇上是何意？是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搅乱几个皇子，敲打相府，这些只有皇上一个人办得到。父亲的头还疼吗？老爷，太子妃叫人来接夫人过府一叙。你快嫁人了，没事多去你外祖母那走动。是。小姐，你是要找回父爱吗？当年我爹当上丞相，白家被清算，兵权被收，男丁全部战死。沈清宇是皇上的一把刀，不离间一下他们，怎么查当年的事？我娘的牌位就在里面，她一定很不想看见楚慧蕊吧。二小姐，这祠堂可不是嬉闹的地方，快回去吧，别也跟夫人一样被老夫人罚了。两位嬷嬷看守辛苦了，我家小姐备了些酒，给两位嬷嬷暖暖腿。出了这么多事还这样冷静，楚慧蕊还真不是一般人。姨娘是在等着父亲吗？我带了些饭菜，姨娘吃些吧。姨娘不爱吃五花肉吗？也是，姨娘喜欢小鲜肉才对，毕竟这种油腻的老肉总吃，谁不够？姨娘你不吃就不吃，发什么脾气啊？一儿，母亲知你孝顺，可母亲不能进食，一儿还是将吃食提回去吧。还能忍？我母亲已经死了10年了，她一身干净，见到你一定嫌脏吧？三妹今早已经能说话了，可惜一直骂云王是个禽兽，非要嫁给韩王。你说
万一他要是有了身孕……够了！你恨我就冲我来。你妹妹要是名声不好，你脸上有光吗？怎么我被骂草包的时候，也不见你们脸上没光啊？对了，听说沈玉晨在回来的路上遇上了山贼。晨儿不能出事。老爷，贱人！府里这么乱，你却来勾引老爷！你不在祠堂好好反省，跑来这里做什么？儿子生死不明，老爷只顾着温柔乡缱绻，难道不怕楚家绝后吗？晨儿听到你这番话，只怕会寒了心。没想到你如今手段用尽，竟然用儿子争宠，好好看看，这是晨儿今世的平安信。沈千一耍了我。来人，把夫人关到祠堂去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出来。哼，给太子妃回信，就说要杀沈千一，至少5万两银子，少了免谈。这女人也是蠢，怎么还有花钱让你自己杀自己的？这里可没有沈千一，只有翩翩公子傅子和。竟然要价5万两！早知如此，在相府的时候就应该弄死他。现在倒好，平白成了顾王妃，皇上要我归还产业，想杀他还杀不成了。太子妃，不日便是小郡主的满月宴，太子妃不如请那废物到府上来个瓮中捉鳖，手到擒来。3日之后，倒是一个不错的机会。媳妇不孝，让母亲丢脸，也害得沈府无光，请母亲与夫君原谅。我知道你是冤枉的，这3天委屈你了。只是今日太子妃来了信儿，说你身体不好，怕你去了给小郡主过了晦气，你还是在家休息吧。是，媳妇谨遵母亲教诲。老爷怎么对我这样疏离？那是哪家的孩子？夫人，那是府里的2少爷。胡说八道什么？府里只有晨儿一个少爷。原来3姨娘一直瞒着所有人，刘小姐沈玉兰其实是个男儿身，如今过继到已故白夫人名下，改了名字，叫做沈玉衡。姨娘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这副样子？进了族谱，过继成了嫡子，就能和晨儿分家产了。千一，玉衡，咱得去太子府看小郡主了。沈千一，我绝不放过你。老太婆就这些压箱底儿的东西啦，小郡主可不要嫌弃哦。二妹，快过来坐。沈千一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太子妃万福。这么热情，想演戏，我陪你演啊。二妹太客气了，快来见过外祖母。外祖母？也对，穆凌天和太子可是表兄弟。晚辈千一，见过老太君。祖母，屋里好无聊，不如我陪着千一姐姐去逛逛太子府吧。也好，我还要招呼客人，表妹就替我陪着二妹转转。喂，大家都说你是废物草包，长得又丑还被休掉，你凭什么嫁给我表哥？大家都说他是废物王爷，脸比我还丑，死了2个老婆。你说他拿什么娶我？不许你这么说我表哥！完了，和小姑娘玩笑开大了。